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冯绍峰和王丽坤突然官宣喜讯，赵丽颖沉默了，冯绍峰和王丽坤官宣了。昨天，电影《检察风云》官宣了《穷凶极恶》版短预告。冯绍峰和王丽坤在里面惊喜演绎了一对20年的夫妻，表面恩爱和睦，但实际上有800个心眼子，各怀鬼胎，暗流涌动，带感的剧情让很多人对这部悬疑电影的期待值拉满。在底下刷到网友的一句评价：他俩还挺有夫妻相。夫妻相这个东西向来是玄学，但同样演夫妻，很难不让人想起他和赵丽颖主演的真夫妻古装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那时候，不管是现实中的赵丽颖和冯绍峰，还是剧里的明兰和顾二叔，都处在感情的甜蜜期。但随后急转直下，离婚这2年，冯绍峰和赵丽颖分道扬镳，各自为事业打拼。去年赵丽颖主演的新剧《播一部抱一部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是85花里面转型最成功的。有人说冯绍峰去年也播了8部戏，四海新居、山河明月，但观众反响都平平。剧要爆，要看剧本看导演，更要实力和运气的加持，而他这几年事业上的巅峰和运气似乎停留在了和赵丽颖知否。如今2人之间唯一的联系只剩下孩子，就像歌词里唱的，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不过2年时间，物是人非，他们曾经相爱过的痕迹也在时光的冲刷下慢慢褪色。说起来，冯绍峰有过好几次被大众熟知的恋爱或绯闻，倪妮、郭碧婷、林允，每一个都是女神级别的人物。遍地开花的感情经历，让很多人提起他想到的就是风流花心妇少。感情的事情很难分出个对错，但不得不承认，直到和赵丽颖在一起，他的形象才开始变得稳重成熟，正面起来。因为赵丽颖对他的爱，让我对冯绍峰也多了几丝好感。有人说，他哪里爱过冯绍峰？真没看出来。我感觉他们的感情从头到尾就像是一场炒作，在一起的莫名其妙，分得也非常突然。在很多人眼里，赵丽颖就是个工作狂，其实她也曾一度对爱情、婚姻、家庭有过美好的向往和憧憬。她之前每年的生日愿望都是许愿30岁之前嫁出去，这一点在今天看来虽然有些戏剧，但在当时31岁的她终于如愿以偿，以至于婚后很长一段时间，冯绍峰都有些想不通，你到底是真的想和我结婚呢，还是为了要结婚才和我在一起？这样一看，冯绍峰心里还有点冤，但赵丽颖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吗？并不是。结婚初期，赵丽颖经常撒狗粮秀恩爱，还深夜晒照，每一张都是妥妥的老公视角。她很少向外界主动袒露自己的感情，但她小女人的一面只在这一段感情中完全大方的、没有顾忌的展示了出来。那时候她的眼里有美好爱情带来的光芒。后来回忆起那个充满阳光的下午，她感叹道：那时天朗气清，铺天盖地的金黄色很漂亮，回头就能看到那个人，这就是人生的幸福吧。婚后有一次采访，她提到自己很用心地布置自己的小家，她亲切地称呼冯绍峰为叔儿，还说冯绍峰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和他在一起很幸福。他一直都很包容我，拍戏的时候他会把我爱吃的菜打包带回家，还会煮面给我吃，我觉得他煮的面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幸福的样子比我们想象的简单许多，而身为明星，拥有这样简单温馨的幸福，其实看起来更为难得和奢侈。为什么这段感情又戛然而止，结束的那么仓促？
因为我们看不到明星的全部生活，只能看到节点和转折。实际上，这个过程已经有了过山车般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赵丽颖，从底层摸爬滚打，又受过很多伤害，她不会过多的去阐述自己的境遇和心路历程，那是她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巅峰时生子，她说自己是顺其自然，既然进入了新阶段，就把这个阶段的事情做好。后面选择离开，也是权衡和思量后的自然选择。很多明星一离婚，就会有人猜测是不是谁出轨了，但我认为出轨不会是压垮婚姻的唯一稻草。事业与家庭的难以平衡，婆媳矛盾，成长环境的不同，灵魂难以达到真正的契合，聚少离多。比起出轨这类轰然到来的刺激和伤害，在各种琐事中双方积攒的矛盾和隔阂，更容易让婚姻分崩离析。人一路走来，就像猴子掰苞米，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收入囊中，这不是见异思迁、喜新厌旧，而是成年人的精力实在太有限。如果有一头重负太多，生活就会变得撕裂。对于赵丽颖这样清醒独立的女性，在最爱的事业和传统禁锢颇多的婚姻面前，心里有取舍是必然的。底层打拼上来的赵丽颖，遇上出身富裕的冯绍峰，就像闯荡江湖的女侠客遇上养尊处优的王子。她的经历养成了她个性洒脱、目标明确的性格，也拥有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坚韧不拔的毅力。但冯绍峰给人的感觉其实一直有点阴郁敏感、优柔寡断。从小优渥的环境，想要的资源很容易够到，让他很难体会到为一份事业拼尽全力是什么感觉。相爱是一时吸引，相伴则需要目标一致。我们是因为不同而相互吸引，但最终还是要因为相似而灵魂契合和共鸣。这一点，冯绍峰和赵丽颖都无能为力，只能抽身而退。赵丽颖很清楚这一点，我一旦爱上你，会愿意为你飞蚁扑火。但倘若需要为了维系一段婚姻或感情，长期处在低迷的状态，这是素来要强的她难以接受的。说到底，婚姻只是女性人生中的一种体验，爱就爱了，不爱了我也可以独自面对这个世界。从世俗的框架走出来，成为自己比什么都重要。去找到那些能够助长你的、让你向上的力量，而那些消耗你的、不适合你的人事物，趁早抽离，对彼此都是或许解脱。我想很多女性都走过这样的阶段，从对爱情和婚姻充满憧憬，到最后认清现实，甚至无奈割舍；从籍籍无名、摸爬滚打，到小有成就和收获，承载周围人更多的期待；从懵懂天真、眼里藏着光的女孩，到眼神变得坚韧温柔。这样的变化，从杨幂、赵丽颖身上都能看到明显的转变。她们在大众的注视下成长，10年、20年，脸上的胶原蛋白在不经意间流失，眼神不再天真懵懂，整个人也不像出道时那样青涩水灵。很多人年轻时认为只有年轻漂亮才是美，一点也 get 不到成熟女性的魅力。后来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才发现女性在不同阶段有不一样的韵味，甚至更动人。年轻时的美是奔放的、活力的、与生俱来的；成熟女性的美不再柔弱无害，不再对这个世界抱有天真的期待，但是坚韧从容、温柔果敢。所以当有些人感慨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时光易逝催人老去，他们再也没有那么当初那样的容颜。我心疼的是他们一路跌跌撞撞走过来的艰辛不易，同时也发自内心的欣赏不同境遇带给他们的巨大成长和蜕变，越来越独当一面，越来越有自我的世界和原则。人的一生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中的，以前不知道自己会和谁结婚，所以期待；以为自己不会结婚，
所以无所顾忌。没想过自己会走到离婚这一步，所以感怀。我们很难预知以后的人生，有时候1年、2年，生活就足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关键在于，旧世界轰然倒塌后，还能留下什么？这就是你的内核所在。赵丽颖最让人欣赏的是，她永远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和张颂文身上有同样吸引我的特质，那就是10年如一日对事业和梦想的追求。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得足够久，就一定会等来一些结果。所有的阻碍都得为自我价值的实现而让道。赵丽颖在星映画2022年度面孔专访里说了一段很打动我的话：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初心易守，始终难得。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急功近利，会有自己意想不到的收获。还要保持自己的想象力，给自己一个做梦的空间。要冲，要热血，我命由我不由天。他一直有自己的坚持，也一直努力地守护自己这一方来之不易的梦想天地。在他最爱的行业里，用10年、20年的光阴浇灌一颗种子，让它生根、发芽、开花，最终结果。这样的坚守和女性力量，我想也激励着千千万万正在为自由独立而努力、不愿妥协的你我。看了赵丽颖最近的采访，她说：希望未来更潇洒、从容，有时间出去看世界，做事情的慢慢的、有节奏的，一点一点来。她的面相变了，变得越来越温柔和从容。我想这就是时光赋予一个女性的魅力吧。她用自身的经历告诉我们，有时候慢慢来比较快。点亮再看，希望所有的女生在当下的时光也能不急不躁地专注眼前你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慢慢地去构建自己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回头再看，你已经建立起了一座王国，任何人都无法伤害你，因为你内心有自己永不倒塌的希望和力量，足以支撑你在复杂的世间自在飞翔。